这个男人大冬天的竟然拿着铁锅喝水，可他非但没咽，反而喷向一块长长的木板。寒冷的天气瞬间使水在上面结了一层薄冰。原来男人是想用这种方式让雪橇滑得更快，这样他们的北极之行就变得更加顺畅。然而没走多远，同行的小伙就发现不对劲，他看到拉雪橇的狗突然越跑越快，但那前面却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深渊。吓得小伙赶紧试着刹车，可那狗狗就像疯了似的拼命向前奔跑，小伙一不小心就从雪橇上掉了下去。他牢牢抓紧绳子，死都不肯放手，因为那雪橇上面放着他们将近一半的食物。谁知绳子太滑，小伙最终还是没有拉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雪橇掉下斜坡。等到两人过来以后，发现雪橇卡在那里，并没有完全落下去，这让两人多少感到一丝庆幸。男人赶紧拉着小伙下山坡，想要把雪橇弄上来，可他刚刚下去，却看到一只小狗被挂在悬崖。小伙慢慢靠近，想要把狗拉上，却没想到雪橇一滑，差点把他也掉了下去。所幸小伙牢牢抓住绳索，用力地爬上来。可他看了一眼悬崖上的小狗，实在不想放弃，于是又爬过去试着往上拉动。不料那小狗太重，没拉几下绳子就开始断裂。看着小狗消失在悬崖，小伙异常难受。可他和男人的探险之路这才刚刚开始。为了发现新大陆，他们只能朝着北极深处继续出发。然而这一走就是整整84天。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他们的食物也几乎快要用光。可到现在，两人都没有找到所谓的新大陆。男人不得不停下来，拿出地图重新规划路线。而此刻一旁的小伙却显得有些担心，因为雪橇上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。男人听后有点生气，经验丰富的他告诉小伙，在北极生存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。小伙显然对这种大道理不太感兴趣，他没有继续说话，而是郁闷地坐在那里。男人看到后准备上前鼓励，却没想到无意间发现远处有个什么东西。小伙顺着他的目光回头一看，竟然有一个石头堆出现在那里，这可把两人激动坏了。他们二话不说就跑了过去，然而刚刚过来就发现地上到处都是瓶瓶罐罐，显然之前有人在这里待过。男人搬开石头堆后，发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他拿出了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竹筒。男人赶紧坐在地上打开，里面放着一封信和一张地图，而这个地图上画的正是苦苦寻找的新大陆。原来是上一批来这里找新大陆的人员留下的，刚好被路过的男人和小伙找到。两人看完以后高兴极了，有了这张地图，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冒险，只需要把地图带回去就能证明自己来过这里。激动过后，两人便在地上升起了小灶。几十天的辛苦奔波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便开始出发回家。可随着冬天越来越近，北极的天气也变得更加寒冷。他们每走一段距离，就会冻死一只拉雪橇的小狗。虽然有些残忍，但两人也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拉着雪橇继续前行，想要在冬季来临之前走出这片冰天雪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两人累得停下来休息。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的物资已经所剩无几。小伙只好拿上长枪去周围看看能不能找点猎物。然而他刚走几步，就发现远处握着个什么东西。小伙激动地赶紧摘下手套，随后取下武器，朝着猎物慢慢靠近，想要用自己5年的狙击经验拿下这只猎物。谁知他刚要开枪，就听到远处的小狗狂叫不止。等到小伙回过头来，猎物已经跳到水里，他赶紧起身想要过去追赶，却被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打断。小伙知道肯定是男人那边出事了，他二话不说提上长枪就往回跑。不料刚刚回来，就看到2只小狗惨死在雪地，而另一边男人正被一只大熊压在身下，生死未卜。小伙看到后朝着大熊就是一枪，谁知大熊皮糙肉厚，好像并没有什么知觉。就在他准备再次进攻男人的时候，小伙眼疾手快，一枪打中了大熊的头部，这让大熊瞬间倒地。可他身体太重，直接将男人一起压进水里。所幸男人拉雪橇的绳子一直绑在身上，然而地面太滑，雪橇也被绳子拉得缓缓前进。小伙见状赶紧上去帮忙，他抓住绳子后用力地往上拉扯，好在绳子足够结实，没过多久就把男人拽了上来。此刻的他浑身湿透，早已没有了力气，两人便搭了个帐篷原地休息一晚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最后的一只小狗也停止了呼吸，他们便把雪橇点着用来烤干衣服，然后背上仅剩的一点物资开始出发。虽然没有雪橇快，但最起码徒步可以翻山越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人来到了一条冰河，上面危险重重，他们想要绕过这里，可男人拿出地图看了又看，发现想要回去就必须穿过这条冰河。然而这个季节河面还没有冻到一定厚度，他们不知道上去以后会不会掉下去。男人便把珍贵的地图放在竹筒里，然后两人弄了个石头堆，把地图藏在里面。这是所有探险人员默认的标记方式，每到这个时候就说明接下来的道路九死一生。弄好以后，两人便拉着一根绳子开始出发。前面的男人负责小心看路，后面的小伙则踩着他的脚印一步步前进。所幸两人配合默契，成功的穿过这里。
可他们刚刚上来就看到前面有个像船一样的标记，两人知道这就是探险者们来北极停船的区域。他们激动地跑过去，以为有船可以接自己回去，不料过来以后才发现这里的船只早已离去，因为冬季马上来临，大家都怕水面结冰，船只无法航行，被困在北极。庆幸的是，他们在这里发现2个屋子，里面的物资足够两人吃上几年，他们只好暂时住在这里，期待有路过的探险者可以接他们回去。可刚住下没几天，男人就做了个可怕的噩梦，他梦到辛辛苦苦藏好的地图被大熊给捣毁了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们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想到这里，男人赶紧叫小伙起床，然后收拾好东西，决定去拿回那张地图。临走之前，小伙建议在门上留个纸条，防止有人来到这里不知道他们还活着。可男人却说很快就回来了，没有那个必要。随后两人便拉了个雪橇开始出发，没走几天就来到了他们垒的那个石头堆。然而刚刚过来就发现石头真的被大熊推过，这可把男人吓坏了。他着急的四处翻找，所幸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找到了自己的包裹。男人打开一看，幸好地图还在，他高兴的这才敢松了一口气。两人稍作休息后，便推上雪橇朝着营地出发。没过多久就顺利的返了回去。不料刚一回来，小伙就看到了让人惊讶的一幕。只见那木屋房门敞开，显然是有人来过。两人进去一看，那个人却早已离开，只给桌子上留了张字条。原来是他们离开这段时间，一支探险队刚好经过这里。男人看到后，肠子都快要悔青了。他二话不说就出去把雪橇砸了个稀碎，显然是后悔当初没有听小伙的话，留下一张字条。没想到一向自大的他，终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发泄一番后，男人躺在地上，始终不能原谅自己。可事已至此，他们也只能继续在这里生活。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男人长期的自责让他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。他每天疯疯癫癫的，总是幻想着有人来接他回去。直到有一天，男人在标杆上发现远处飞来个什么东西，他拿起望远镜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热气球。这可把男人激动坏了，他赶紧挥动着手掌向那里求救。看到热气球过来后，男人立马跑过去查看，却发现来的正是自己的妻子。男人满脸不可置信地将她搂在怀里，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小伙看到，可他看见的却是男人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那里。看来那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。小伙赶紧把男人叫醒，带到屋里，然后帮男人倒了杯热水，让他暖暖身体。谁知两人还没喝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什么声音。这么长时间他们都没遇到过这种动静。小伙赶紧起身到窗户跟前查看，却没想到一只熊掌直接拍了上去。见识过大熊威力的两人吓得赶紧堵住房门，然后大声尖叫的想要把熊惊走。所幸大熊没有听过人类的声音，真的转身离开。他们等了一会没有动静后，男人便打开房门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大熊已经不见踪影，于是赶紧去储物室把猎枪拿来，随后便回去躺在床上开始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男人就听到外面再次传来动静，他知道肯定是那只大熊又回来了。男人赶紧过去悄悄地把小伙叫醒，两人拿好猎枪，想要借此机会把熊干掉。做好准备后，男人便开始倒计时。原来外面来的不是大熊，而是路过的探险队伍。两人看到后简直不敢相信，长时间没见过人类的他们反而有些害怕。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被人拯救。